为什么过了30岁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？想想看，有些人过了30岁，仿佛开启了超级加速模式，事业、生活都显得风生水起，而另一些人却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，甚至感觉越来越难。这背后的原因，难道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星座的影响？不，其实真正的答案藏在我们的思维和格局里。我们都知道，30岁之前，勤奋和努力可能是成功的关键，但30岁之后，你的思维方式和格局将成为决定你能走多远、能变多强的关键因素。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越来越难？其实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他们的思维和格局未能实现质的突破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有幸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事情，遇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杰出人物，他们的故事和经验给了我许多启发。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反思，我发现只要你能在思维和格局上做出改变，那么所谓的开挂人生其实并不遥远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些珍贵的经验和见解，希望他们能够启发你，帮助你在人生的下半场迎风破浪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一、追求免费。30岁以后的世界就是一个互相帮助、互相利用、资源互换的世界。追求免费是成年人自我成长和进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免费的从来都不会被珍惜，付了钱才会用心，而付了很贵的钱的才会把资源用到极致，你也才能收获更多，而此刻的你赚回学费就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就像免费的健身房你从来不去，5万1年的都是去谈大生意的。跟一群大咖聚会交流，我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爱付费学习，什么课都上，多少钱都交，大家坐一起交流，频次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打钱。30岁之后应该认识到，知识是无比珍贵的，而圈子带来的可链接的资源和人脉是无价的，这一切才是30岁之后的让你越跑越快的加速器。开口闭口有没有免费的，付1毛钱都不愿意的，只能一直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。朋友说过一句话，越贵的学费链接的是越优秀有钱的人脉，因为学费就是门槛。2、绝不能吃亏。前几天给一个做服装的朋友介绍一个跨界合作资源，朋友的第一反应是，那我的用户要是喜欢他们的东西，都去买他们的怎么办？我说，你俩这叫跨界合作，就是你俩压根不是竞争对手，不存在竞争关系。朋友说，那也不行，万一客户喜欢他们的东西，钱花光了，就不会买我的了。没办法，我介绍给了另一个朋友，结果合作的非常成功。前一个朋友来找我说，知道能赚这么多，自己当初要是合作就好了，但我不会介绍给他，以后也不会了。为什么呢？30岁之后的世界就是弱弱携手变强，强强联合变更强的世界。你不想自己亏一点点，不肯让出自己一点点的资源和利润，自然没有人跟你互换资源，坐吃山空是早晚的事。就像投资，你1分钱风险都不愿意承担，自然赚不来高收益。这世上没有空手套白狼，100%都让你赚的好事儿，就算有，也一定会砸到那些跑在前面的人。3、太要面子。成年人的要面子主要体现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找人帮忙，不好意思求人，不好意思突破自己的内心。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，朋友很多，但从来不用，总觉得朋友之间不能互相利用，帮忙太多就欠了人情。生活那么忙，不可能时刻关照到每一个朋友，走着走着，朋友都疏远了，真有事儿想问一句的时候，发现好久没联系了，张不开口。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独立的含义，总觉得啥事儿都靠自己，绝不开口求帮忙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了，即使你是个很厉害的人。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要互相麻烦，麻烦多了才能走得近。你帮我一下，我帮你一下，你请我吃顿饭，我请你喝杯咖啡，再远的关系，就算是利益之交，也是有感情的。一个人走得快，但一群人才能走得远。太要面子，只能让你成为一个孤立的人，不肯帮别人，也不愿意找别人帮忙。
4比你优秀的人，比你能拼又爱学。半个月前参加了一次演讲，讲完以后不少朋友来加我微信，回家打开微信看了看每个新朋友的朋友圈，发现都是好厉害的人，最小的96年的小孩，不仅漂亮又年轻，而且还超级厉害。那些在演讲活动里一口一声老师称呼我的朋友们，其实都是我的老师，我还去参加了他们的课程。演讲那天我还认识了一个老板，生意已经做到几个亿，我都忙了，都这级别了，还听我讲什么呢？后来我听说这个老板特别爱学习，参加各种线下课，还不断去复训，认识不同大咖，学习不同领域的新知识。他说自己没文化，小时候穷14岁就不读书了，创业3次都失败了，这次终于成功了，但我却觉得他比谁都重视学习。一个人长期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会慢慢习惯自己周围的一切，觉得自己还不错。但出去走走才知道，比自己厉害的人都在拼命学习，自己的那点努力根本算不上什么。而在你不曾涉猎的世界里，那些你不认识的人都在用你根本想不到的努力和方式赚钱。有句话说，你永远挣不了你思维和格局之外的钱，所以你的格局有多大，你就能挣多少钱。30岁之后让你越来越穷的，不是你不够努力和认真，而是从未颠覆过自己的格局、思维和认知。你一味地让自己沉浸在生活的蜜罐里，回报你的只有越来越多的家长里短和一地鸡毛。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好像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，醒一醒，想想23岁时候的自己和梦想。今天的视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很残酷，但只有你认真看完并接受这个事实，你才能看清现在的社会形态，才能把一手烂牌打好，才有机会摆脱贫穷这个陷阱。为什么我说贫穷是个陷阱？也许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了，从目前的社会形态来看，贫穷会产生代际传递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父母都是穷人的话，你有极大的概率也会成为一个穷人。尽管日落西山你不陪，东山再起你是谁？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，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，这样的意淫文案在某音上放了几百万遍，被点赞到戳破屏幕，但其实真正实现逆袭的人少之又少。无论你是否接受，寒门在难出贵子已经是当下不争的事实。即便你努力学习，考入985、211之后，无非也就是拿着1W 左右的工资，在大城市里勉强的生存。但是土豪家的孩子会子承父业，继续当资本家。因为你的父母、你的家庭对你有着构建性的作用，父母对你的人格、动机、思维方式都有影响，他们能够给你提供的资源、平台、教育程度也会决定着你的未来。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出现得更早，并且更加极端。因此巴菲特说过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叫做卵巢红利，意思是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其实就已经被决定了一大半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？一、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衡。2010年，全球最有钱的388人，他们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一半贫穷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。2014年，这个数字是85人，2015年62人，2017年只有8个人。什么概念？也就是说，一台50宏光就能装下拥有全球一半财富的人。这直接导致了富人几乎可以垄断很多行业和市场，而穷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这些市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汽车，那么也应该了解埃隆·马斯克这个人吧。他除了特斯拉汽车，最重要的产业是什么？是火箭，是太空计划。而普通人不用说去做这个行业，就是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都做不起一次火箭，你如何与他展开行业竞争？这种垄断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壁垒，让穷人只能乖乖打工，或者做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、
门槛相对较低的小生意很难成为巨富。2. 穷人的试错成本少得可怜。穷人想翻身跨越自身阶层，几乎只有一种途径，那就是创业。你说你要靠打工996来赚钱，然后反杀资本家，那我真不信。但是创业的最大前提就是成本，你想开店就要交租金，要装修，要进货，要雇人，你可能努力好几年甚至10几年才能攒够这些钱。那么创业对你来说就是几十年的积蓄去换一次梭哈的机会。但是富人他本来就有很多钱，创业的成本可能就是他积蓄的1/10%、1%，甚至更少。那他即便是失败了，完全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再来一次，而那时候你已经输得裤衩都不剩了。3. 贫穷会让一个人的思维越来越短浅。很多成功学大师都在告诉你，穷人之所以穷，是因为他们的穷人思维；富人之所以富，是因为他们的富人思维。他们能编出100个小故事来告诉你穷人怎么做事，富人怎么做事。但真实的情况是，不是思维决定穷富，而是穷富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。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思维，取决于他处于怎样的经济状况之中，至少是取决于他经历过怎样的经济状态。富人不是因为富人思维才富裕的，而是因为人只有富裕了，才会有这样的思维。你吃不饱的时候，再特么有格局、远见、深度都没屁用，因为你没得选。贫穷会封死很多原本可选的道路。比方说，你现在有1块钱，你可以去买面包，也可以去买1块石头。面包吃掉就没了，石头可能会在1年之后涨价到100甚至更高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依然会买面包，因为你饿。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90后，我在大城市闯荡了近5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总结出穷人摆脱贫穷陷阱的几个重点。1. 保持节俭。很多人觉得富人比自己奢侈得多，他们吃一顿饭要100块，自己吃一顿饭只要40块。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比你好的条件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他1个月收入10万，拿出100块吃这顿饭，花了他收入的1/1000。但是你1个月收入4000元，拿出40块吃这顿饭，花了你收入的1%。所以你比富人还要奢侈得多。我知道可能会有人告诉你，钱不是省出来的。他们的逻辑就是，当你花光了钱，就会想办法去赚更多的钱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消费主义洗脑，很多人虚荣心作祟，消费水平高，花费巨大，导致月光，甚至是负债消费。而这种情况也导致他们一直都没有积蓄，拿不出资本来做投资和创业。而且如果没有积蓄，你能赚钱的方式无非就是打工，你打工能赚到的钱都是辛苦钱，又怎么可能摆脱阶层？所以请记住，保持节俭，不要去买什么豪车、名表、名牌服饰，对你来说没用，积蓄才是你投资的唯一资本。2. 做长期规划。贫穷的本质的2位作者跑遍了5大洲几乎所有的穷人区，找寻贫穷的原因，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穷人不做长期规划。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人的压力和皮质醇激素相关。长期处于生存压力中的人，皮质醇水平会很高，进而影响大脑当中与人类认知功能相关的重要区域。所以长期处在压力之下的穷人，他们不太可能做出理智的决定、长远的决定。大多数穷人向上努力的方式就是去寻求短期的高回报，比如996的工作、高强度的加班，或者去做兼职，但是这样获得的收入大概率是没有时间复利效应的。这样的方式做到最后也不过是在出卖自己的精力和体力，赚到的钱依然很少。而如果你有长期的规划，学习技能，长期持有优质股票或者进行基金定投，时间久了就会收获巨大。3. 减少负债。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资产和负债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分清资产和负债的关系，
他们觉得自己买了车就是有了资产，其实你会因为车而背负车贷、保养、保险都需要花钱，车让你的现金流更少了，你只能每个月打工还车贷，你更没有投资的成本了。所以穷人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资产，减少负债。当你拥有足够多的现金流，足够多的积蓄，你就有余力，有更好的心态去投资，也有资本去思考和学习，而不是被迫打工还贷。4. 强化风险意识。贫穷其实往往和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贫穷的本质，一书中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：不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，产妇死亡概率是 33%， 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即为 0.018%。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，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，其人口寿命不超过55岁。越穷的人，越生活在医疗和卫生水平差的地方，越容易患病，越容易因病致穷。所以无论你的家庭生活水平如何，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让你和你的家人都拥有保险，社保和商业保险都可以，但是千万别裸奔，很容易一场大病就让你的10年努力付之东流。站在宏观的角度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，观念和思维方式本质都是环境的产物。站在微观角度区分细节，由于不同阶层能够从社会中获取和分配到的资源财富差距极大，导致不同阶层生活环境不同，进而影响了每个人观念和思维方式 DNA 不同，最后决定了每个人的不同命运。人类智商、情商、财商等的竞争，其实就是知识经验体系和环境阶层平台的竞争，他们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格局，从而决定一个人的贵贱荣辱和人生命运。富人的思维方式是运用财富规律、思维方法和决策能力，为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一系列科学战术。社会底层需要掌握基础业务知识，社会中层需要掌握基本决策知识，社会高层需要掌握哲理知识。你看看高层人物，几乎都是要研究哲学的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处在底层的话，一定要3种能力都要培养，才能真正实现屌丝逆袭。穷人的贫困一般都是缺乏正确的高等信息，而导致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造成的。如果一个人处社会底层，几乎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高价值信息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多学习，并且走出去，哪怕打工都要到生产力发达的大城市大企业去。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财富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年轻时知识输入期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学习的，但成家立业阶段后很快就进入了财富的快速消耗期，结婚、买房、养孩子，哪一项不需要巨额的开支？一个人小到衣食住行，大到生病住院，最后入土为安，哪个不要用钱？所以说赚钱理财要趁早，贬值资产延后买入，增值资产尽快买入。普通人的做事思维是自力更生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，一天天累死累活也赚不到几个钱。有钱人的做事思维是只做自己擅长的，其他的交给别人去做，把利益分给别人，既轻松交了朋友，还放大了生意。所以说，使命感决定做什么，价值观决定做事的标准，愿景是团队的蓝图。这3个问题解决了目标、执行力和方向的问题。有相同的使命感、价值观和愿景以及大格局、大心胸的人结合在一起，才是真正的团队。你一定要明白，首先自己必须优秀有价值，才能值钱有气场。真正阻碍你成功的，绝不只是天分和出身，更重要的是你的懒惰、自私和固执迂腐。懒惰和固执有很多表现，包括不能愉快地同亲人或他人交谈，不能从事自己喜爱做的事，日常起居极无秩序，做事不专心，没有责任感，不知道人生的目的，不能主动地思考问题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扪心自问一下自己，你坚持过早睡早起吗？你坚持过每天有目标、有计划、高效率的学习了吗？你坚持与别人合作共赢了吗？千万别忽略了一个道理，该奋斗的时光里虚度光阴会伤害你的父母亲人，
你的雇主，但最终受伤害的还是你自己。几年的放纵就可能换来一生的卑微。一旦懒惰和固执在你的身上扎根，你的身体、生活乃至人生都会被它操纵。再一次提醒，成功就是和自己的较量。懒惰怕吃苦的人，只有克服了懒惰，人才能够取得成功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改变思维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它绝对是可能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思维。我们不能总是期待命运的眷顾，而是要主动出击，改变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负面思维模式。记住，你的思维和格局有多大，你就能赚多少钱。不要让你的思维局限了你的可能性，打破思维的藩篱，释放你的潜力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你可以走得更远，成就更多。最后，愿我的这些分享能够激励和帮助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迈出坚定的步伐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